那么你是怎么会被骗到缅北去的呢？我是2023年，因为一年都在做兼职嘛，什么跟组群演，到了6月底的样子，我看到就是在一些兼职群有很多人加我微信，就是大家都会被一些发兼职的人加微信，一个叫胖虎的加了我微信，他给我拉到他的所谓的群，发了那种就是所谓的跟组的群演，他说要求高，要身高有要求，然后形象有要求，然后能说2句台词的，然后他说是到远点的地方，但1个月可以给到我们手里1万块1个月，按月结，就是说你可以待1个月，可以待2个月，然后最后通过了嘛，他说我的资料通过了，然后就给我就是买了火车票，从上海南站7月6号傍晚上海南站到7月8号早上到了就是昆明，到了昆明之后，他然后给我晚上又买了就是火车票，这时候买了动车，从7月8号上午动车一直到中午到那个西双版纳，然后到了西双版纳最后让我自己出钱打车到了一个地址是什么地方呢？是西双版纳万达影城附近的小区，然后再到里面是被一群年轻人给控制住了。后来晚上他把我们来自不同省份的做不同兼职群被骗过来的人，然后弄到了就是开车吧，开到这个山脚下，然后那个山脚下那因为西双版纳山脚下是路灯是没有这么多的，然后只能抬头看到月亮，前面有小石子溪流。这时候大家我就奇怪了，因为这不像是剧组的现场，对不对？然后发现他有的人是被他不同的群被骗到那个地方，说是做这个烧烤生意的到云南，还有这个从北京过去的说是做这个遗体美容师，就是老板家里有老人去世想做遗体美容，都被骗过去，大家一下沸腾了，对吧？本来白天不准说话，然后沸腾了。这个时候我们手机身份证被他们控制的，就是月光下围过来10几个穿着迷彩服的个子不高的就中年的男性，然后他们都腰间带着刀，然后就是有唱红脸唱白脸的，就只有一个就唱白脸，就是拿手机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可能跟你们发的兼职不一样，但其实呢是因为要你们配合我们爬过这个山，因为那边有海关过来的一些货，那需要就是说用身份证去领。他给我们看一些图片，有什么手表啊，有金条，说领过来之后来回也就2-3天，那回来之后呢，你们承诺的1个月的工资都会按你们之前的不同的兼职的1个月的工资给你们，然后就开始被他们逼着爬山了，因为这个山上看不到正常的路，这一夜到第2天早上太阳出来才爬过去，这一夜他分了3拨人接应我们，然后中间一段路呢是到半山腰的话有些石子路，就是他有那种就是摩托车很长的，他是前面一个迷彩服的开的，后面一个坐的，我被架中间。后来到了一个就那种铁丝网附近，但方圆几里看不到任何工作人员，他说我们钻底下的那个洞的话一次只能钻1个人，钻过去以后，后来又走了很久，然后就是有那种小型的拖拉机和摩托，又是一拨人把我们这不同的人接过去，等到晃了一夜之后，到了天亮以后到那边就是翻过去的时候，当时看到那些能说中国话的那些口音很奇怪，长得有点像少数民族的人，后来才都不知道是缅甸。就是你们翻山越岭的时候，有没有心里已经在怀疑了？太怀疑了，但是就是说能不能不翻山了？那个山第一次翻没翻几分钟就不想翻了，对吧？他说不行，他这个时候就连唱白脸都没有了，全部唱红脸，不行。你们等于是被压迫的，就必须得这样的。对，他们腰间都有刀。7月9号到那边还不知道是缅甸，然后他们都会说中国话，他们就有枪了。那边好像枪支是随便的，然后他们车上也有华人，就是那个拿枪的缅甸人，他可能是被他们雇佣的，主要的都是华人，然后不同的山脚上爬过来的人就很多，就有几十个不同的，被很多人被一群车给分走了，每个车上最多坐4个人，因为车前有2个人，一个带枪，一个是华人嘛，一个带枪的缅甸人，然后都是日本丰田车，然后就一路上从7月9号的上午大太阳一直到7月11号48小时，中间换了好几拨人，这一路上从那个翻过西双版纳一直到最后才知道那是缅甸果敢老街，就是果敢的中心区老街，然后放眼望去，除了卖吃的，路边像那个农村的集市一样，真的国家感觉很破旧很落后，然后又是不同的认不出牌子的车，就把我们开了10几分钟，从那个小果敢老街的中心像小县城一样开到了那个边缘就是我又不近视，远处是农田，但是一下车把我们推到那个就是封闭的像那个小古堡一样那个就是农家小院里边，一进去以后就穿着雇佣兵，他们右手带着长的步枪，左手腰间电棒这样的雇佣兵，不下于30个的样子，然后我放眼望去，因为我不近视，远处蹲了70-80个，就是都是中国人，然后都是有很多是看他未成年的感觉，像我这种中年的人也有，然后就是戴着手铐，
然后赤脚蹲在地上，有的正在被打，然后都是那种长的像乳白色的那个棍子，从那个屁股往下拼命的打。然后在那边的话，到那边所有的被卖到那边的人，因为那个院子每天有人被买走，有人被就是诈骗公司的那个人事部叫代理，就是选走，点选走，有的是上面贴的标签满1个月没有人选，就比如说他长得老，或者说被打残了没有人选，他就分为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把你的手机充满电，把那个电话卡拔了以后贴上标签，放在一个透明的瓶子里，连上他们的 WiFi， 然后把你的定位关掉，手机定位都关掉了嘛，然后强行给你刷脸，就是不管你愿不愿意，不愿意就打，强行刷脸，把你的微信、支付宝、什么云闪付乱七八糟的能刷的脸，就把你的上面绑的不管是银行卡、信用卡、花呗什么，就钱全部刷完。他们有很多二维码，他不是说一次性，比如说你有3万块，给你分可能10次刷到不同的那个二维码里边，再把这些二维码他们再转，这次还会转，让那个钱最后都查不到天天被打，每天2顿饭，就是这种纸盒子没有盖子的饭里边就是米饭，他们吃剩的菜，他都把蔬菜做的又臭又酸的，然后又弄折耳根。我是吃不惯折耳根的人，就而且戴着手铐抓饭，没有筷子，然后在那边不管待多少天是没有洗头、没有洗脸、没有刷牙的，就是那么多的人就共用一个，就是那个土地里边共用一个茅坑，就是农村的茅坑。然后那个地上有电风扇，还有铺的棉褥，它铺的棉褥上面都是各种就是被打过的那种血渍嘛，干透的，就一开始闻很难闻，到后来第3天就闻不出来了，因为自己那个味道闻不出来了。那么你在里面主要是做了点什么工作呢？我在里边我是7月底被选走的，被选走到了一个叫红莲宾馆，然后它是一栋7层楼，在一个那个街上，它那街上到处都是宾馆，但是没有外国的游客。那个街上每一栋宾馆都是一家公司，一栋宾馆，比如说我在那个红莲宾馆7层楼，每一层楼都是1到2个团队就做不同的诈骗。那我在7层楼呢，它也是2个团队，我在那个团队就是到处都监控和那个雇佣兵拿枪看着你嘛，就是每个人桌上有一台电脑，加上4个苹果手机，它里面并插了一个缅甸卡，插了一个缅甸卡之后呢，然后下了几10个软件，包括翻译器、谷歌翻译器，然后每天就是通过各种社交软件，我每天给各种人打招呼，就那很多人不回，有的人回了以后，有的人他是知道就是被骗过，然后他可能举报了这个号死掉以后，赶紧要注册一个，因为不注册就会被打嘛，继续下一个骗。对，就是不停的打招呼以后是把这些人要培养成关系嘛，就有老有少，然后每天就是都标注好，比如这个人给我回信息要跟他聊天，然后要编故事啊，比如说我是留学以后，然后我需要一份感情，对吧？那我现在工作很稳定，那人家可能也会问为什么这个年纪事业有成还单身？那我曾经有一段很美好的感情，但因为疫情期间我的另一半不小心可能新冠去世了，或者说我另一半我本来我对他很好，还在我公司当财务，他最后把钱卷走了，反正就是表现自己很惨。那我现在需要真爱，那最后把他们相信之后呢，就引到投资。那他们主要卖那个虚拟货币，那虚拟货币我在国内我知道有比特币，到了国外知道他们很流行叫字母 USDT， 然后他们先引导你到正规的场所，就是正规的那个交易所可能买个比如说500美金啊，都是按美金算的，让他买过来之后呢，把他引导到这种仿真的这个就是交易所，仿真交易所里边，然后让他交易完以后操作买涨买跌，就跟买股票一样，买完之后你赢了，可能中了50%，比如500变成550，变成600美金，然后给他反过去他很开心，然后继续买，继续就骗，然后就开始上钩了嘛，上钩以后直到他买大的，比如说因为人都是贪心的，可能买个5000优，买个5万优，然后继续买，这个时候就算开单了嘛，对吧？然后他们只要你能出一个单，他就会给个几百块人民币奖励啊。那么你总共在那里待了多久呢？我是10月份被救出来的。你是怎么被救出来的呢？我被救出来是因为每个月有一次报平安的机会，就报平安的时候就要求你必须就是在那些雇佣兵和小组长拿枪监视你的情况下，必须从你的微信里面找一到2个人报平安。这个报平安的时候，你可以说你出差很好，但你不能视频，你可以发语音，可以发文字。所以我是利用报平安的机会，我跟发小联系，因为我的发小就是知根知底，他知道我家的情况。那我是先向他询问我爸的情况，因为他知道我没有父亲嘛。那我通过文字加语音，我让他听出这个语音证明是我，但是呢，我说的内容是不对的。我说我爸，因为他肯定也会怀疑我本来就没有父亲，怎么会突然几10年都没关心过父亲？后来，然后我趁着小组长去撒尿，因为他去撒尿可能要20-30秒，我趁着20-30秒发了关键几个字，我发了缅北郭干老街红莲宾馆7楼救我，然后赶紧把这几个字删掉了。就发给你发小了，你发小就知道了。我被救走是10月份了，10月上旬，突然有一天下午，就是我那个团队领导他喊了我的真名字，因为那边都是化名。后来我就是被带下去，
然后门口就是1楼门口几10个兵马，进来2个穿不一样衣服的带着枪的人，然后后面跟一个人进来，拿着那个手机就视频说是不是这个人，然后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许伯纯，是不是这个人？那边有个回答是这个人，但是那边看不到，就对面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后来我被带走了，但是没有送到国内，带到另外一个院子，那里边也是很多兵来把守，里边有从不同园区被交钱赎出来的人嘛，然后一个个轮流视频给中间人后来视频我看到我妈的脸了嘛，我妈说这是我儿子嘛，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太阳，因为到处都是封闭的，看不到太阳，只有那种就像不锈钢的那个窗对外看有一丝缝隙，又不能爬到窗户边，就是第一次看到太阳。那个时候10月份，然后我感觉我有希望了，因为我已经3个月没有哭过了，就是我说实话，人到绝望的时候哭不出来，我每天看到不同的生命消失，被打的消失，根本哭不出来。就后来又过了2天，把我送到那个口岸吧。也就是说，你当时你妈还有你亲人已经是把你赎出来了，才可以跟你视频的。对对对。那他们是通过什么来赎你的呢？他们报警成功以后，会到了边境派出所，他会联系一些就是在那些果敢老街那些经常负责捞人的这种组织嘛，去谈判捞人的这些华人组织商会，然后他们去谈判，比如肯不肯放人多少钱，如果不肯放再去谈不同的商会嘛，那边有很多这样的组织。那么最终是花了多少钱把你赎出来的呢？我听我妈说，当时先付了预付款62，但是付完以后，他们就是你想从他们那个中间人的院子再送到口岸，国内的清水河口岸，那还是要加钱，加，包括找关系，就不算那些小钱，就光这些大钱花了100多一点，100多一点，就各种钱啊。那你家里其实不是说很富裕的，100多万的话，那等于是把房子卖掉了。那么你救出来之后呢？一开始回来每天睡不着，经常做噩梦。我头发当时快掉完了，然后我是到了2024年新年的时候，我才就是缓过来，就我发现夜里可以睡着了啊。然后的话，因为我2024年1月2号入职一家小公司嘛，做人事做培训，然后开始缓过来了。我到底活着38岁为了什么？到现在每个月我很努力的工作，最后1分钱不剩，我到底图什么？你现在存款有吗？没有，存款都没有。没有。我记得我10年的时候还在北京，我12年才来上海。10年的时候大家不是还看电视嘛？其实那个时候大家流行相亲，那个年代只能看电视，手机也没法上网。我那个时候我有从北京报名成功之后，经常去这个就是一个水果台相亲。那时候水果台大家很喜欢。就现在还能搜到你吗？网上？确实很多人网上网报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许伯纯。许伯纯。那个时候年轻嘛，希望引起关注，会不会这样的话，会不会就有好一点的工作？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去那个水果台录相亲的时候，路费都是我自己出节目组从来没有出过路费。那个水果台相亲节目有男版女版的嘛，当时我是参加男版的。你不知道后台时候那些男生女生啊，就是镜头前大家称兄道弟，特别客气，后台都能打起来。后来你参加了实习之后呢，有没有获得一点知名度呢？有时候跟着老板出差的时候，有的可能饭桌上有的就是客户认出了我。你那个时候是有工作去参加的？对，有工作。我那时候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这个活动文案策划的助理，后来变成了也因为这个参加节目引起了注意，后来老板给我从助理变成了策划，工资从就是本来是1600，后来底薪变成了2000，再到2500，老板也算对我还不错了啊。来上海以后，我转型了，在以前一个客户的介绍下，我转到教育行业了。我一开始就是在一些上海不是很多国际学校嘛，然后有专门负责国际学校招生的这个，我有在这些机构工作，也去过国际学校工作。但是我16年换到了那家国际学校，就他们可能缺人，给的工资不错，但是我最后走的那1个月，就是我做满勤了21天，结果到第2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他没有给我全勤奖，他是按工资除以30天再乘以21，而且最后1个月的那个社保都没有缴。我打电话问人事，为什么？这个人事说是总部的问题。那后来我也转型做过人事，我有人事的工资怎么样？人事如果你只做招聘的话，工资就是死工资，很低。但是如果你就是除了招聘，你还给市场部配合市场部去给客户做培训的话，就那这个提成就高了。那你那会儿是工资多少呢？我17年的时候，我1个月可以拿10几 K， 就是你之前有全职的时候，然后还兼职，是觉得自己想赚更多的钱。对。做过哪些兼职呢？以前有做过群演，有做过礼仪，因为很多奢侈品活动经常个子高的。你的形象还可以还有长得又高，长得又帅。有的活动他兼职会做主持，或者说婚庆司仪我也做过。你也做过，就兼职嘛那么你做兼职的话，之前1个月加起来多少钱呢？工资？做兼职的话不稳定，就是没有疫情的时候，每个月的兼职还能赚个2000、3000的。就周末吧，每个周末。就周末。每个周末就是如果每个周末都有活。你那个时候结婚了吗？我那时候没有结婚，因为我其实我对婚姻是恐惧的，因为就像
因为我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负过责任。我就身为一个男生啊，你要赚这么多钱的这个目的什么呢？就为了让自己生活更好嘛？我觉得让生活好一点，我需要安全感，因为我从小到大，因为我的生活是没有安全感的。那么像你现在的话，一个月收入多少？一个月工资6、8千，而且现在干的活很多，因为公司都在裁员嘛。你想8000块，在上海五险一金就社保的话，扣掉1000多了，还不到7000，不到7000，我的房租就连水电啊什么的3000块了将近，那就还剩4000，然后我一个月我怎么省，对吧？都没什么钱了，而且现在加班加了更多，就觉得现在很累。你没加班费？没有加班费，现在现在都怕被裁员，都内卷。对，我有时候都带饭吃。那你还是月光了？月光了，还是月光族啊？所以我有时候我很费解，我活到38岁到现在，每个月我很努力的工作，对啊，最后1分钱不剩，我到底图什么？你现在存款有吗？没有，存款都没有。没有，就是我感觉我就像那个地里耕田的牛啊，就我拼命的耕耘，只要你能给我草吃，我为了活下去，我可以给这个世界做牛做马，只要你这个世界给我草，我到底活着38岁为了什么？那你为什么不回老家发展？我的老家啊，我老家的话更不好找工作啊，更不好找工作。对对对，小城市是吧？对对对。在上海一所98522双一流的本科毕业两年了，他去年底就是失业的。他说能找到的工作都给个6000块，所以他现在宁愿送外卖，一个月反正有7、8千吧。就像我在上海，因为很多房东1年涨1次房租，碰到好房东2、3年不涨，我就不搬家了嘛。因为每次搬家都会碰到很多合租的邻居。像我现在我隔壁的那个小伙子不就98521毕业的，在上海一所98522双一流的本科毕业两年了，他是去年底就是失业的，到现在都没找到工作。他说能找到的工作都给个6000块。98521的也只能找到个6000块的工作，就是现在太卷了，所以他现在宁愿送外卖。送外卖的话，有时候他在帮一些就是兼职的那个顺风车司机，人家休息天帮人家开一下车，就是一个月反正有7、8千吧。就是说送外卖加上顺风车的，对对对，才7、8千。对对对，他刚毕业的时候校招去了一家银行，说是一个月1万块，但实际到手的话没这么多，因为银行都是给你算的1万，其实就是属于1年的平均工资。他其实每个月7、7、8、8，包括那个什么淡季旺季扣钱各种东西，他每个月其实到手的工资真的不多。他给我看过到手的一个月，不夸张的给我看以前的到账记录，才5000多。所以他后来跳槽到一个民营公司，到民营公司以后呢，一个月工资其实也就是8500，但是那个去年底失业了嘛，失业是被裁掉的。对对对啊，所以现在他说能找到工作就6000块，去掉五险一金没钱了，他还不如送送外卖，对吧？坐网约车你像他在上海的房租一个月也得3000块左右来。他在我隔壁，对吧？那一个月就是连水电网就是 AA 制加房租也要将近3000块。他也不想回老家，他说他老家给我看那个视频，老家一条街上，其实以前小时候就各种卖东西的，现在除了卖吃就要房，没什么就没别的行业了。那像他学的是什么专业呢？他学的工商管理啊，就对口的就是银行啊、金融方面的。对对对。那么现在就是他未来怎么打算呢？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都很迷茫，我也不敢问别人未来怎么打算。人家才毕业2年，对吧？对对对，那我08年到现在我都毕业16年，我都这么迷茫。我一个38岁身无分文的人，我不敢问一个24岁的人该怎么打算。你觉得像他这样的情况的多吗？很多，那么像这个小伙子，就平时他这个吃用开销是不是也很节省？是，现在大家都学会做饭，因为做饭省钱嘛。对，你点一份外卖，你可能比如说美团什么的薅个羊毛，第一次可能10块钱点到了，第2、第3次就点不到了嘛。那你看那天我特别懒，就特别累了，加班加到9点多，回到住处，我点了一份，就里边是一份炖蛋，然后1根香肠，1碗米饭，1碗番茄送的番茄汤，加起来22.5块啊！我还不如自己我去超市那个，比如说青美里面买一个晚上打折的那个打折的一份肉，比如说10块多打完折，我再买点蔬菜炒一炒，对吧？我可以吃还有营养的。像他就是说他自己是98511的，他会不会觉得很惋惜呢？自己只能现在送外卖。他说如果为了生存的话，他如果不从银行出来就好，但不从银行出来的话，工资太低了，每个月到手的钱很少，对，就是比较稳定，因为房子要自己租。在别的公司都会面临裁员或者倒闭，小公司对不对？他只能这样。他说他反正有的同学就回家考公了嘛，考公的话就稳定了嘛但考公现在你也知道没那么好考，所以说他现在也是等于是个过渡，对吧？他能选择这样吃苦的去过渡一下，是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希望的。是。